开春空气，为一缕香追忆，一色流一拜天地，一团和气。清净出山风雨息，燕归落堂西。二拜高堂，金玉满堂。而叹忆往昔，两情纵满盈哭泣，时怪三拜老太君，福寿宁康。难忘当时为爱的坚持，两情纵满盈哭泣，时败夫妻对拜，相亲相爱。弃恨至此，都不舍一世。同入洞房，情深意长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果然是个病秧子，连站都站不稳，风一吹就倒了，真可怜。没事，快扶进洞房。这慢点，在这儿。长什么样子呢？那我看看。哎，长得还挺好看的。可惜是个短命鬼。你不是在睡觉吗？吓死我了！看什么看？怎么，只许姑娘方才偷看我，就不让我看你了？这扬州来的姑娘，好生霸道。我看你呢，我看你是因为怕你是个病秧子。这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
那姑娘方才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遍，我是否是一个病秧子短命鬼的长相呢？长得倒是挺俊俏。还行吧，五官还算端正，鼻子是鼻子，眼睛是眼睛的。说得好啊，确实是鼻子是鼻子，眼睛是眼睛。没想到成个亲这么麻烦。我也一贯讨厌那些繁文缛节，又是拜堂又是磕头的，留着我们2人在这里守着什么规矩，像个木偶一样。我爱娘子在我这儿，不必拘束。饿了吗？来一块。都快饿死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要就着酒才好吃。哎，你这个病秧子，当心喝太急了。怎么，瞧不起我们病秧子啊？那咱们来比试比试。你就是个病秧子，我会怕你？这酒也太辣了吧！一喝就不是什么好酒，没有我们扬州的酒清甜干爽。那好，那咱们就换一种喝法。这满柜子的书哪有好酒啊？你莫不是喝多了眼花？这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这书中还有好酒不成？娘子，猜对了。哎，且慢，娘子刚才不是说要比试比试吗？比什么？咱们就比比，用这青梅放在这2只碗中，若是娘子猜中了，那便我喝；但若是娘子没能猜中，那便娘子喝。我啊，可是火眼金睛，你输定了。好。来吧，这个确定在这儿？
这个。确定？就是它。娘子，你输了，喝吧。那肯定是这个。若是没能猜中，便要再喝一杯了。喝酒喝。哎呦，不好玩，不好玩。我在家玩的都是投壶之类的游戏，真刀真枪的。你这些莲子果子有什么意思吗？娘子喜欢玩投壶啊，那还不简单？你这也没有剑，也没有壶，怎么玩投壶啊？没有这些东西，我给你变出来就是。娘子，请吧。还挺有办法。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！娘子，若我2只并头都中了，按照这投壶的规矩，可算是我赢。你投吧，我才不信你会中并蒂莲呢。那就看好了。哎呀，娘子，你又输了。哼，哎，今天运气真好啊！哎，原来没功夫呀！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，你没事吧，公子？公子，你别死啊！公子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快醒醒，公子，怎么办呢？他是个穷兵之人，我怎么能下这么重的手？你是在为我伤心吗？娘子，你别哭了。娘子，是我错了，惹得你生气了。我才不是什么……我可不是那种任人欺负的弱女子，嫁过来给你冲洗，已经够气人了。这都怪我这身子连累了你。不过，你跟我想的不一样，你真是需要冲洗续命的孱弱公子。如假包换，看你又喝酒又投壶的，真是古怪。这人世间的事，1、2句话说不清楚。你反正已经嫁到戚府来，日后我再慢慢告诉你。不过你放心，我绝对不是冒牌的齐天磊。可是，我是冒牌的杜冰燕。倒是你，这扬州来的大家闺秀，怎会是如此做派？谁说大家闺秀就得摆着了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和习惯，就像你说的，
这人世间的事儿，一句话两句话讲不清楚。我个性为何这样？日后跟你说。好，这样的性子倒也好。我也不喜欢那端着板着的大家闺秀做派。亥时二更，熄灯入梦。亥时二更，熄灯入梦。这时辰已晚了，你我就歇息吧。你自己先去睡吧。这洞房花烛夜，哪有一个人睡的道理？我刚来林州，水土不服，身子有些不适，所以还是各睡各的吧。定是他害怕与男子同床共枕。原来如此。这儿怎么只有一张床呢？这洞房内怎会放2张床榻？罢了。今晚我便睡在此处吧。那怎么行？要睡也是我睡。哎，我一个堂堂7尺男孩，怎么能让一个女孩子睡这儿呢？我堂堂一个巾帼女英雄，怎么能让病秧子睡榻上呢？不用再争了，我睡着。哼！为一缕香追忆，一色流烟30里，竟无人怜惜。清尽出身风雨息，燕归落汤溪。一叹不知你归期，而叹忆往昔。两情纵难饮苦尽，时怪相思。你不是睡觉吗？吓死我了！你就是个病秧子，我会怕你？你别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我堂堂一个巾帼女英雄，怎么能让病秧子睡榻上呢？你想干嘛？不干嘛。昨晚睡得如何？还行吧。还做了梦呢，梦到了扬州的灯会。倒是你，昨天晚上委屈你了。哪有？
我在那儿睡得也挺舒服的。不过，倒是你们扬州这规矩有些古怪，你怎么穿着鞋子睡觉啊？当然是为了防你们林州人。防着林州人？愿闻其详。主要是防你。防我？我有什么可防的？防止你在我熟睡的时候往我身上塞小娃娃，那可就麻烦了。你这话是听谁说的？没人跟我说过，我自己知道。杜小姐，你尽管放心，若是我齐天烈趁人之危，你想怎样罚我皆可。那我就废了你。你要废了我？这自古女子出嫁从夫，不应该是温婉顺从才是吗？呸！烦都烦死了，出嫁从夫，真是不公平。自古以来，男子犯了错，女子得忍气吞声；女子犯了错，不管是多小的错，男子就任意妄为。娘子高论颇有见地。既然如此，那倘若我齐天磊犯了错，娘子就写封休夫书，把我扫地出门，如何？好啊，要是你犯了错，我就拿个大扫把把你扫地出门。好。我还有一件事要问你，你是扬州本地人？当然了。那你会讲扬州话吗？扬州妹，天秋浓，耍棍耍枪好把式，吃到小云霄，3文钱一亩。她一个大家闺秀，怎会知晓市井天桥的小吃价钱？快点，小姐她们已经要起床了。这是干嘛？手没事吧？没事，师傅给的灵丹妙药已经止住了。少爷，请吧。请。小许姐，快来一下。我自己会洗。床单上有血迹，真的？我看看。快去告诉老太君，这样她可放心了。是。少爷、少奶奶，请你们俩用完早膳之后，去向老太君请安。好，知道了。
你这是要干嘛？看招！嘿，这个你可玩不过我。哼，嘿，哎，以手持剑可是犯规啊！谁说我犯规？哼！哎呀，看来你的技术也不怎么样嘛。早着呢。我你这，我。你又来！干嘛？建好。三少爷，谁呀？是我，我给您送药来了。三少奶奶，这线我自己玩呢。哦，哎，小姐，你是奶奶屋子里的大丫鬟，又不是我屋里的人，怎么整天往我屋里跑啊？三少爷，药送来了。放那儿吧。三少奶奶，这药啊是一位名医的祖传秘方，18味药，味味珍贵。柯少爷为了弄到这些药啊，可费了不少劲儿呢。三少爷，您还是趁热把药喝了吧。三少爷，这是要三少奶奶喂呀。好，那我先把地给扫了吧。不用了，小喜会打扫的。出去吧。那我待会儿再来收药罐。你这是为何啊？这药啊，不可多吃，也不可不吃，有的药非吃不可，有的药不可去吃。什么意思啊？也没什么意思，我的意思呢，就是咱们出去散散心。好啊，好久没出去玩了。这儿呢。好漂亮啊！一起两人之俊俏，
这什么地方啊？这是奶奶专门为我养病修建的花园，那个便是我为这花园题的字。寄梯新花。你念什么？寄梯新花呀，这么漂亮的园子，干嘛起这么古怪的名字？你笑什么？我说的不对吗？啊，对，你说的都对。去看看。4个字念错了一半儿，知书达理的杜小姐竟然成了白字先生，奇怪。不过，挺有意思。这亭子修的还不错。到了。这儿就是我的书房。如何？不错。对了，你看这4字怎么样？啊，可以。念念。金爵乐。这第3个字，它念。台，金爵台乐，我认识，怎么可能有人连台都不认识呢？真好笑。是。你这个宅子这么漂亮，为什么建在这么偏远的地方？多可惜啊！这你就不知道了。我在这儿呢，第一，可以看书写字；第二，这有一扇门。可以直接通到园子里观景，带你去看看。哇！你看，那儿便是观景阁。看见那个角了没？哼，真有意思，还有小鸟呢。还有这儿，便是我祈福的大门。走，过去看看。怎么了？这哪是风景，这叫煞风景。瞎说，此乃本楼一景，我特地将此楼修建在此。你这个人还真奇怪，喜欢看这些荒坟堆子。喜欢啊！我每观此景一次，便醒觉一次。面对此景，鄙人不敢有一刻松懈。
所以，我才会在那边的牌匾上写上“金爵史乐”。不是台乐吗？哦，对，金爵台乐。对。你也过来歇会儿。你当真喜欢吃这梅子啊？身外黄金何足羡，一日清闲一日鲜。你养这干嘛呀？天机不可泄露。唉，真是太无聊了。再在这个府里待下去，我这满身的功夫就要白费了。唉。哎呀，小姐，小姐，你记住，你现在的身份是从小饱读诗书、温柔娴静的杜小姐，哪里会舞什么剑啊？我都好久没练功夫了，手脚痒痒。哎呀，手脚再痒也不行，这万一要是露出马脚了，可怎么办呀？真是太大意了。哎呀，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以后不练了，不练了，走。哎，你是小姐，我是丫鬟。行，我端着行吧？这还差不多。哎，我们去那边坐吧。丫鬟不像是丫鬟，小姐不像是小姐，有意思。小姐，咱们从扬州来到林州这么久了，你觉得这祈福怎么样？怪。那齐三公子呢？也怪。那个哑巴小谁啊？猜猜看。是湘云吗？不是。爱珠？也不是。宝珠？更不是了。哎呀，我猜不出来了。月生小姐。多谢。这燕生小姐是个好姑娘，只是可惜了，是个哑巴。小喜，我觉得这齐府上下怪得很。这当家的是老太君，府里唯一的小姐是个哑巴，但疯疯傻傻的，还蛮可爱的。府中唯一的公子呢，又是个病秧子。可是他这病吧也古怪，说发就发，说晕倒就晕倒。你看着他快死了吧，可一转眼人就又好了，说起话来嬉皮笑脸的，不知道说的真话假话。小姐，你可真是快言快语呢。三少奶奶，三少爷说有急事儿找您。急事儿？有什么急事儿啊？此事呢，说急也急，说不急也不急。少卖关子了，赶紧说吧。是这样，你来咱们齐府呢也有段日子了，我们也理所应当派人去扬州一趟，一来是报平安，二来也是向岳父岳母表达一些敬意。你意下如何？
你安排吧。这礼物呢，我已经备好了，这是清单，你看看还需要增添点什么？这些差不多就行了。嗯，好。哦，还有，这信我也写好了，不过我着实不知道岳父岳母姓甚名谁，名字是哪几个字，所以还要劳你这个当女儿的亲自写了。不知道。写吧，小姐。请吧。请吧。少爷啊，在扬州的时候，我们家小姐读书写字，从来不叫别人伺候她的呀。她呀，只喜欢让我陪在她身边，因为呢，只有小喜一人知晓。我们家小姐，她写字的时候需要把这个墨研得浓浓的，这样写字才好看，你说是吧？我们家小姐啊，可写得一手好字呢。是吧，小姐？小喜，我看你就别啰嗦了，赶紧让小姐快点写吧。哎，别废话了，我写什么呀？哦，哎，小姐，这封信应该是你们夫妻两个写给扬州的第一封信吧？那依我看呢，这个信封应该你们夫妻两个一起写。小姐，你呢就写老爷杜之祥，少爷你呢就写夫人王桂花。什么祥？哎呀，不对，应该男的写男的，女的写女的。小姐，你呢就写夫人王桂花。少爷，你呢就写老爷杜之祥。哎呀，行了，小喜，知道了。哪能像你这么写信啊？我自己看着办吧。写错了。杜之阳，这3个字写错2个。少爷，你找我？今天叫你来呢，其实也没什么大事，只是方才见你研墨，发现你是个聪明的姑娘，非一般丫头能比。我想以后就专门让你在书房伺候。啊，我在扬州的时候啊，就是在书房伺候的多。哦，那你识字？识啊。小姐教的？对啊。那你会写字吗？会啊。小姐教的？是。行，那我考考你，既然你是扬州来的丫头，你就背诵一首扬州的民歌吧。哎，
唱起小调歌儿多，灯草调下砸坏锅。家里看见驴生蛋，外面看见马做窝。这讲的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这个啊，是我们扬州的民歌，名字啊叫《撒谎精》。撒谎精？你们扬州城里有个撒谎精啊？小喜，我看你就是那个撒谎精吧？我怎么是撒谎精呢？你当然就是撒谎精。你左一个小姐教的，右一个小姐教的，可你家小姐写的字东倒西歪，你倒是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少爷，这是因为小姐那天啊，她出门的时候，她的手被门给夹了，所以她写这个的时候啊，那个手就哆哆嗦嗦的。住口！你很聪明，一边研磨一边告诉人家，杜小姐的父亲叫杜之祥，母亲叫王桂花，可人家偏偏不领情，把杜之祥3个字写错了2个。你说这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女儿，连自己父母的名字都不知道，你告诉她还要写错？人家拿着竹片当宝剑，想在花园里舞一舞，你还跑过去劝阻，叫人家扭扭捏捏的走碎步。没想到我在旁边看得一清二楚啊！大个丫头，竟然敢冒充杜老爷的人混进齐府！少爷，我不是冒充的，我是杜家的。杜小姐她不是杜家的。哎呀，我是说李小姐她不是杜家的。赶紧说出实情。哎呀，事情是这样的。那天，扬州城杜府和李家同时嫁女，不知为何，2支送嫁队伍到了一起。更离奇的是，出了城门天就变脸，一场暴雨让2家的送嫁队伍不约而同地躲进了城郊的仙女庙。小姐，外面雨太大了，咱们在这避避雨啊！哎，小姐，快走，强盗来了！李小姐就是这样阴差阳错，错上花轿嫁到林州的。本来她是不肯来的，但是我们跟她说，她和冰燕小姐是同病相怜。李小姐是个豪爽脾气，见不得我家杜小姐遭罪，这才答应来这边做这个冒牌的3少奶奶，替我家小姐挡过一劫。少爷，李小姐是个侠义心肠的好人啊，我求你千万不要怪罪她。起来吧。是少爷。你方才所说之事，除了我之外，不可以告诉任何人。从今往后，你在府上少说话，多做事，谨慎小心，不可露出任何马脚。是少爷。还有，此事也不可以告诉3少奶奶。你若是敢走漏半点风声，严惩不贷。记住了。记住了，记住了。也太神奇了吧！这样一来，我不就成了千里眼了吗？这个呀，叫西洋千里镜，能把远处的东西挪到你的眼皮子底下来。是福建的一位客商送给老太君的，老太君送给了我。太好玩了！咱们齐府啊，好玩的东西那可多了去了。好玩的东西，给我瞧瞧。你先别着急啊，我先把话说在前面。咱们齐府呢，有真好玩的，有假好玩的，还有不好玩的和不能玩的。不能玩的是什么？这个嘛，今天就先不告诉你了，日后再慢慢跟你说。哎，你可别哼哼啊，这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呢。
过来，那边。打，狠狠的打，打死他！打，往死里打！停，拉下。小兔崽子，我看你还往哪儿跑啊？你倒是跑啊！就你这样的，也要见老太君？啊！打死你！嘴还硬是吧？打！打死他！叶生，走，住手！谁呀？三公子，王猴子，你们为何殴打这个少年啊？三公子，这野小子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，来我们齐府门口就要往里闯，还说要见老太君。我拦着他，他就破口大骂。破口大骂？他都骂谁了？这小子狗胆包天呐！他大骂柯少爷。骂柯少爷？那还真是狗胆包天啊！他都骂了些什么？他骂柯少爷，他骂的什么我忘了。骂的什么呀？三公子，他骂的实在是太难听了，小的不便再说。没事，不便说，那便不说了。你为什么跟我们齐家过不去啊？还挺拧。王胡子，哎，你把他交给我，让我来盘问吧。这怎么？我说了，你们怎么都不动啊？哎，三公子啊，您体弱多病，您就甭费这个心劳这个神了。这件事就交给小人好了。走，走。等等，王胡子，你是觉得我做不了你的主？三公子啊，这府上的事儿一贯都是柯少爷打理的。如今他去外地巡查商号去了，不在家嘛。柯少爷不在家，我齐三公子不是在家吗？三公子啊，这府上这些事儿吧，一贯都是……咱们还是等柯少爷回来吧，听听他怎么说。你这人，废话可真多。少奶奶，您初来乍到，不太了解府上的情况，我劝你还是别管此事的好。巧了，这事儿本少奶奶管定了。哎，少奶奶，听我的话，没错。折了，疼！听少奶奶的话，没错。走。你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刘先生留下的太和丸，对于治疗跌打损伤有奇效。叶生，
小兄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不必害怕，你说说你是哪里人？那你为何在大门口辱骂柯世昭呢？你不必害怕，这是我的书房，你尽管大胆地说。燕生，你不必比划了，他看不懂。我妹妹的意思是说，她看见你在大门口被别人殴打。你既然是来找老太君的，就定有要事要禀报。王胡子不让你见他，我是齐三少爷，你告诉我也是一样的。若有隐情，我定会向他转告。其实，我有隐情。有人说，你们齐府的长侍是老太君，于是我便做苦主，只求老太君给我个公道。可是还没有见到老太君，就遇到了一群刁奴，他们把我拦到门口，打了下来。原来是这样。你放心，我们和那群坏人不是一伙的，不然也不会把你救下来。你要有什么冤情，大胆说。娘，你们死得好惨。小兄弟，不要着急，慢慢讲。我叫季敬堂，江州人，从小与爹娘经营着一家药馆。这是我和干娘住的地方，你们先稍等会儿。娘，娘，娘，你这是怎么搞的？你去齐府了？没事儿，娘。你怎么就这么不听话？这二位是？啊，这位是齐公子，这位是齐公子的夫人。齐府的人，谁让你把外人往家带？娘，娘，三公子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娘就是这样，她刀子嘴豆腐心，但其实是个大好人。她只是听说你们是齐府的人，以为跟柯世昭是一伙的，所以才会这样。你们别介意啊。没关系，我有个办法，不然公子和夫人先回避一下。好。娘，开门啊！我告诉你，齐家的人就不许进来。娘，齐公子跟柯世昭真的不是一伙的，要不是他们在，还是今天命就丢到那儿了。你再不开门，我可就走了。敬堂，娘，哎呀，你个臭小子，吓死我了！那二位先请进吧。你觉得季敬堂说的可都是真的？这柯世昭和季敬堂都是江州人，他们说的是真是假，去问问江州百姓，不就一清二楚了吗？有道理。不过，杜小姐，你是个心直口快之人，在事实未弄清楚之前，你还需
钥匙就先放在我这儿了，在我未开锁之前，还请千万不要提起此事。你们这府上待着可真无趣，我就玩了一下西洋镜，就看到如此不愉快的事情。那就别玩这西洋镜了，走，带你去玩个更好玩的。这个叫西洋万物镜，可比你那西洋镜神奇多了。它想看哪儿就看哪儿。真的？嗯，我先给你试试。那咱们先看哪儿呢？咱们就先看看扬州吧。扬州在哪儿呢？哎，到了，这就是扬州。哎，这是哪儿啊？门儿还挺大的。扬威武馆。是我家。哦。哎，还出来了一个老头，看起来还挺威武的，那应该就是馆主了吧？他身后跟着的那位就应该是夫人了。哎呀，不好了，这武馆着火了！啊！好多人救火都扑不灭呢。哎，怎么好端端的着火了呢？这馆主不听夫人规劝，冲进火海里去了。啊！这夫人也晕过去了。阿娘，你给我看看，哎，在哪儿啊？哎，你再仔细看看。哎呀，什么都看不见啊！就在那里面，你肯定能看到的。在哪儿啊？在哪儿啊？就在前面呢。他们俩，他都进去了，他夫人还在门口晕着呢。快点，你肯定没得进。哎，你不是杜小姐吗？怎么成了武馆馆主的女儿了？据我所知，这家武馆馆主姓李，那你就应该是从小习得一身武艺的李玉湖李小姐了。没错。我就是李玉湖，你要怎么样吧？我不把你怎么样，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你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来你们齐家，就是代替冰燕姐姐受罪来的。我还就喜欢你这样的英雄气概。媒婆都跟我说了，等你死之后，就把我送回扬州。不得了啊！不得了，咱们齐府又多了一个盼着我死的人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不想让你死，我想让你活着，然后跟冰燕姐姐换回来，把你还给她。武馆馆主的女儿果然大度，就那么舍得把我拱手相让。舍不得，但我弟弟跟我说过了，君子不应该惦记别人的东西。你原本就是冰燕姐姐的丈夫，我虽是女子，也不该惦记。那如果袁大将军就偏偏看上了杜冰燕呢？不可能。那万一你的冰燕姐姐偏偏就看上了袁大将军呢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哎，你可别把话说得那么死。这世间男女情爱，最是琢磨不透。
都是上天注定。我冰燕姐姐可是天上的仙女，她才看不上爱舞刀弄枪的大将军。那你喜欢拳脚功夫，不也让我这个齐三少爷心心念念吗？反正我跟你打赌，冰燕姐姐是不会看上袁不屈的。好，那就打这个赌。若是杜冰燕看不上袁不屈，那就算我赢，那便罚你3000两，8抬大轿把我送回扬州。好。那若是杜冰燕看上了袁不屈，二人将错就错，喜结良缘，那就是我赢了。那若是我赢了，我就要怎样？我就要你这位爱打抱不平、仗义相助的扬州李玉虎李小姐嫁给我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慢点儿。哎，你慢点，小姐。小姐，小姐。柯少爷，您回来了。表弟妹，近来身体可好啊？啊，冰妍安好，表兄可好？还好，我……小喜，咱们炉子上是不是还有补品来着？得赶紧回去了，不然就坏了。表兄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这三少奶奶会武功，没看出来啊。不过这三少奶奶来了以后，这三少爷就跟冲喜冲中了似的，气色居然好了许多。冲喜嘛，有冲好的，有冲死的，只是要看二人的命格相不相合罢了。你这意思是说，这杜冰燕与三少爷命里有缘喽？也许吧。哼，那你以后就不要再与杜冰燕眉来眼去。哎呦，我的乖小巧，你这话是从何说起啊？从水榭说起，从走廊说起，从花园说起，从你第一次见杜冰燕说起。小巧啊，你呀，你可真是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啊，可就是心眼太小了。倘若这个毛病不改，那你日后如何做齐府的女主人啊？其实我也不想当什么女主人，我只要你对我是真心实意，是真正把我当作知己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你把话题扯远了。你这日日上楼送药，你可有发现三少爷和三少奶奶之间合得来吗？有什么不合的？
这两人日日在屋里打情骂俏，嘻嘻哈哈的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我与三少奶奶攀谈，实则就是为了探探她。你探她做什么？我就在想呀，这杜冰雁来到齐府究竟能够带来些什么？前几日王胡子告诉我，杜冰雁救了江州那小子，他好像会些武功。我就在想呀，这杜家小姐怎会习武呢？实在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。乖小小，我现在此时此刻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要交给你来做。是什么？我要你去打探打探他们的虚实，查证查证。小乔姐，你怎么来啦？三少奶奶，我给三少爷送药来了。小巧啊，你这每天跑过来跑过去的不累吗？要不你把这药给小喜，让她来接。三少奶奶说的倒是个好主意，不过这熬药送药是老太君吩咐的，她不发话，我哪敢偷懒呀？您说是不是？有道理。小喜，哎，把这药给三少爷端过去。是。三少奶奶，我有个事儿想求求您。你说。我早就听说扬州的刺绣名扬天下，三少奶奶您又是大家闺秀，这女工定是一等一的好。您今天就让我见识一下吧。小巧啊，我们杜家虽不比齐家家大业大，但在扬州也算是富庶人家。家里的绣品衣饰都有专门的绣娘去做。我娘也说了，家产虽薄，可也不缺姑娘那根针线，不像小户人家，让姑娘穿针引线，小家子气得很。那不知三少奶奶在闺阁时都学些什么呀？那当然什么都学了。我们杜家是经商的，要学什么经商之道，什么如何……哎呀，三少奶奶，这经商之道你也懂啊？这有什么难的？不过就是学习如何做生意，如何赚银钱。三少奶奶，您可真厉害。没什么。那杜老爷可让你掌管商行？当然了，这18家商行我都管过。啊，小乔姐，给你。那三少奶奶，我就先退下了。哎，小姐，你们俩刚刚说什么了呀？管过18家商行，哼，这话你信吗？既然如此，那你便和老太君这样说，让老太君去查齐府账目，就说刻不容缓。记住没有？唉，我这个年纪呀，也不知道还能为齐家操多少时间的心呢。天磊呢，身体时好时坏的，也不知道他能不能顶起齐家的门户。好在呀，我有一个世招，要不然呐，我可真是寝食难安了。世招将商行管得不错，这也是老太君悉心教导的结果。
只不过他柯家在江州的产业也等着他回去继承呢。咱们齐家，怕不会是他的久留之地。这件事情我也想过，可是天磊现在还不能出来主事啊。老太君，这三少爷现在可有好帮手了。谁呀？三少奶奶呀。三少奶奶？三少奶奶怎么了？呀，老太君您还不知道啊？这三少奶奶在扬州的娘家不喜女工，专事经商理财，连哥哥弟弟都对她甘拜下风呢。这都是谁告诉你的？这三少奶奶亲口告诉我的。您的亲家扬州的杜老爷，把18家商行都交给他管呢。哦，真有此事。哎呀，那可是太好了。怎么样，我给你娶了这么好一个贤内助。哎呦，那都是老太君您呐，眼光好。哎，你马上去请三少爷和三少奶奶过来，我们要试试他。好。日照香炉子生烟，错了。遥看瀑布挂前面，又错了。手伸出来。干嘛？伸出来。这都念不对，再来。日照香炉生紫烟，遥看瀑布挂前川。飞流直下3000尺，疑是银河落9天。伸出来。坏蛋！包小小来了，快坐，咳，快咳！小巧来了，三少奶奶、三少爷，你们看书呢，可让我好找啊。有什么事啊？老太君有请。老太君找我什么事啊？在咱们齐府，只要是老太君有请，不是好事儿也是大事儿。好，那你回去告诉老太君，我跟边野一会儿就来。好，那我先告退。奶奶，奶奶，母亲，母亲，过来坐，过来坐，快坐吧，坐下。冰燕呐，听说你在娘家的时候经营过18家商行，可有此事？
管过。以前我经常跟着我爹爹，看爹爹管账来着。我爹爹就让我试着管了几家，看我管得还不错，就说等我18岁之后，再让我管理几家来着？18家啊，管理18家，对，18家。然后我还没到18岁呢，就嫁到林州来了，所以实际上还没有管到18家呢。已经很不错了。你一个女孩子，小小的年纪就跟着父亲管理商行。奶奶我25岁才开始管理商行。天磊啊，你这个新娘子比奶奶当年我要有能耐得多。坐吧，坐吧。你管理的那些商行，进的都是什么货啊？木头，都是木头，奶奶。你们家商行经营的都是木材生意？没听说过呀。您没听说过呀，奶奶？其实也不全是了，我经手的2家卖的都是建房子、打家具的好木料，剩下那些边边角角的木料，我觉得扔了可惜，就把它们扔给2家小店铺，让他们当柴火卖。想不到他们还蛮有生意头脑的，卖得很好。后来在扬州买了好大块地呢。你笑什么？他们真的买了好大一块地。不错不错，你这个小丫头啊，还是蛮有经商头脑的。啊，对，做生意就是要学会动脑子。我们家天磊啊，身子弱，以后在这方面，奶奶可就要倚重你了。哦，对了，明天是我们齐家在林州14商行的账目会审，你就来做主持，给他们讲讲经营之道。可好？那个奶奶啊，冰燕她刚到林州，这人生地不熟的，我看此事还是交给柯表哥主持比较好。哎，事情都是从不熟到熟的嘛。对。奶奶，这冰燕也是刚到咱们齐府，又是年轻后辈，担此重任不太合适啊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看挺合适的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嗨，你帮我想想办法呀！哎，小姐，你的脸上怎么都是汗呢？吹的。吹的？
这风怎么还能吹出汗呢？吹牛吹的。你们家小姐呀，把这牛都吹到天上去了。她说她在扬州管过18家商行，那老太君一听，开心的不得了，明天就要考她，让她去参加这14家商行的招募会审。啊！哎呀，这可不是玩儿，小姐，你会烤糊的。那就不考了，我们走。走哪儿啊？回扬州。哎，你们可不能走啊！你这脚底抹油一溜，那岂不是麻烦就大了？哼，能有什么麻烦啊？你想想，你要是现在一走，岂不是证明了你自己不是杜冰雁，而是假冒的杜冰雁？人家能放过你？还不光是你，你那扬州的爹娘都会受到牵连，他们还会吃官司，倒大霉。小姐，齐三公子说的对啊，咱们不能溜啊。那能怎么办嘛？考我又不会，走又不能走。哎呀，这要我说呢，就考。考？我对算账一窍不通。你不通，我帮你通不就行了吗？我自小在武馆长大，对做生意根本不感兴趣。我也不是那种爱钻钱眼的人。这话说得好啊！知我者，侠义人是扬州李玉湖李小姐是也。不过这句话可不能明天说，明天得换一个说法。说什么？小喜，你的肚子里边是不是装了些许扬州歌谣啊？其中有没有讲做生意的？我想想，哎，有了。买卖不算账，生意呀难兴旺啊！对，就这样的，继续说。不怕不赚钱，就怕货不全。继续。见人三分笑，客人跑不掉。再来。算盘打得精，马褂改背新。不怕生意小，就怕客人少。账算3遍清。任你就到这儿，打住。可我还有好多呢。小喜啊，你是个聪明的姑娘，歌也背得妙，字也写得好，所以呢，我安排你2件事。第一件事就是把你刚才背的用纸和笔全都写下来。第2件事就是为我和小姐准备夜宵，今晚我们要打通宵。是，我马上去。都不让人睡觉的吗？谁让你平时不用功，逍遥自在的？这就叫平时不烧香，临时抱佛脚。哼，哎呀，小姐，你快背呀！买卖不算账，生意难兴旺。不怕不赚钱，不……哎呀，小姐又错了，重新来吧。买卖不算账，生意难兴旺。不怕不赚钱，就怕货不全。见人3分笑，客人躲不掉。做商变行商，财源达3江。哎呀，对了，这次全都对了，一句都没错。小喜，你已经办好了2件事情，我再交给你1件。你去外面找个暗处藏起来，看看有没有人偷听。哎，我这就去。你看，我都会背了。这次能顺利过关了吧？还不能过关，你还得再背几首才行。那你赶紧教我呀！不着急，我先教你点其他的。坐吧。明日你便照葫芦画瓢，
按我做的，原模原样的演一遍即可。这查账本一定要样样查对，口中轻念项目目录，达到心口合一，手眼合一。哎呀，我会，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吗？不就是要摇头晃脑，左顾右盼？做的还有模有样的，孺子可教吗？还有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，关于齐家的秘密。咱们齐家表面上看起来有14家商行在盈利，但其中有一家是亏本的，叫做大力木材行。柯世昭和老太君都不愿意说，我便悄悄地告诉你，你一定要记住，叫做大力木材行。大力木材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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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记住了。好，还有，若是明日遇到了一些答不上的问题，你一定要随机应变。我怎么随机怎么变呢？我自然会提示你啊。提示不就露馅了吗？不会。看好了，明日我眉毛一挑，说得很好，眼睛一闭，多说无益，左耳一动，唉声叹气；右耳一动，便夸老太君决断英明。你这耳朵真会动啊！还有，我鼻子一捏，立刻装病。装病不是你的活吗？我可不能再装病了，再装病我就欲盖弥彰了。明日只要你一见我捏鼻子，你就要装出一副要呕吐出酸水的样子，就像这样。你这是喝多了吧？你又吞进去了。那你来试试。各位主管，请喝茶。小姐，放轻松，别紧张。外祖母，他们人都到齐了，可以开始了。各位主管，今天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个人，她是我的孙媳妇，杜冰燕。她娘家在扬州是有名的大商户，16岁她就开始管理商行。今天特意带她到这儿来跟大家见个面，致个礼。冰燕，冰燕啊，你可以开始看账目了。外祖母，既然表弟妹是商贾世家，誉满扬州，不妨先让她说说这杜家的经商之道，以及投资之窍吧。您看如何？有意思。哎，冰燕啊，那你就跟大家伙说说呗。在座的诸位都是行家，冰燕在这里班门弄斧了。说到这行商之道、理财之窍，想必各位都很清楚。小时候我爹爹也教过我，这个道理可太长了。可是我们扬州人做生意喜欢长话短说，所以我就跟大家说道。要是说得好，请诸位捧个人场；要是说得不好呢，就请诸位多多包涵。说到做生意，这买卖不算账，生意难兴旺。不怕不赚钱，就怕货不全。见人3分笑，
这客人啊跑不掉。做商变行商，财源达三江。果然是出口成章，是才女。这算盘打得精，马褂变背心，不怕生意小，就怕客人少。绳捆3道紧，这账算3遍才能清。这消息抓不准，买卖得亏本。好，言之有理啊！好。这问不烦，挑不厌，生意兴隆，客满店。一样货百样卖，嘴甜似蜜，卖得快。货畅其流，利无尽头。本大利宽，薄利多销。随行就市，水涨船高。鸡要卖叫，鱼要卖跳。眼睛一闭，多说。我不能再说了。为什么不能再说了？奶奶，我要是再说的话，就成老太太的裹脚布一样，又臭又长了。这孩子心直口快，说话也不会遮拦。好了，表弟妹，这些是我们齐家14家商行的账目，还请你过目。奶奶，我是抽着看呢，还是都看呢？由你来定。那我就从头到尾都看一遍。我真妈妈，算是个奇才了。奶奶，这些账做的都挺好的，就只是有一家动了歪心思，有些弄虚作假。这丫头眼睛怎会如此之尖呢？冰燕呐，这美罗账本的旁边都有商会的名字，你刚才说的弄虚作假、动歪心思的，是哪一家商行啊？那就是这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哎呀，哪一家？叫什么木材行？没关系，你就大胆地说吧。我得套出来。奶奶，我呀有个能力，就是能听懂大家心里打算盘的声音，他们会和手里的算盘打架。要不给您展示展示？好啊，各位，咱们一起来看看三少奶奶的本事。各位大主管，算盘打起来！好，
这丫头到底在搞什么鬼？停！奶奶，这边的算盘打的可是真响啊！童叟无欺，生已精；诚信经营，生已兴。我眉毛一挑，说得很好。要想生意好，这账啊得算清。就是他。嘿，你怎么知道是他？你可真神呐！冰燕小姐只是粗略地看了一下账本，便能找出我们的问题，真是个行家。歪打正着，歪打正着。奇怪，这账都做平了，他怎么知道大林木材行亏本的？表弟妹，你果然聪慧过人，是招佩服。来，请坐。请坐，请坐。表弟妹啊，这个是大林木材行的账本，还请你仔细过目。冰燕啊，你好好看看，再说一说，他这个是怎么歪打算盘的？这该死的怎么还不说话？这丫头心直口快，这要是把大林木材行亏本的事情抖出去，又伤齐府的体面呢。明日只要你一见我捏鼻子，你就要装出一副老大君，我看三少奶奶这个样子，该不会是有喜了吧？我看像。冰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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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这账不要看了，也不要再算了，你赶紧到房间去休息吧。天磊，快让他回房间休息。是，奶奶。小巧，你快去帮忙。是。就到这儿吧，小巧，回去告诉老太君就放心了。
没事的，还是先让我把三少奶奶送回去吧。不需要了。好。哎，这个病状可真管用，我有，奶奶就让我走了。哎，这到底是什么病的病症啊？以后我遇到麻烦就这么着。我的小姐呀，这个病可是不好时时拿来当挡箭牌的。为何？是游戏齐天磊，你坏！哎，你自己吹牛惹的祸，我连滚带爬的帮你过了关，你还说我坏？你怎么不坏了？教我捂酸水。那别的病你也装不像啊。生小娃娃的女人才捂酸水呢。明白了。小喜你也坏，才告诉我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小喜不坏，我也不坏，我又没有把小娃娃从你脚底心塞进去。你坏，坏死了！你坏，坏死了你！夜色太寂寥，忆起两人之俊俏，一阵相思空念你的妙。清风落嘴角，吹来愁绪红尘飘，一地思念纷飞。眉眼含羞荷，风卷罗裙带。青叶出逃，借月光照照，捕捉你的笑到天涯海角。举上夜色千万飘，和着思念熬出缕缕青丝指尖绕。我要在今夜醉倒，半月光照照，想念你的好意地动山摇。喝一口美酒良宵，和着相思谣，梦里和你一起等破晓。我要在今夜出逃，借月光照照，捕捉你的笑到天涯海角。举上夜色千万飘，和着思念熬出缕缕青丝指尖绕。我要在今夜醉倒，半月光照照，想念你的好意地动山摇。春风十里扬州路，名花倾国两生欢。我与玉狐妹妹也是得见佳人，两生欢喜。